离谱！这空间节点的坐标怎么写来着？上北下南左青龙右白虎。糟了，超载了！道友，你站的那个位置是主炮发射口。来不及解释了，这集信息量太大，别被甩出去。道友系好安全带，发车喽！韩立师兄，这人身上紫焰还没有测试过，到时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吗？万一威力不够怎么办？此人身上寒焰有些混杂，但似乎含有前蓝冰焰在其内，威力不会小哪里去的。而现在我哪儿还有时再等下去的？若不冒险一试，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师兄寿元真的无法再延续下去了。据我所知，好像万妖谷又蠢蠢欲动了，在北冥岛外围，不少弟子已经发现了低阶妖物踪影。最近招的几批弟子中，也出现被高阶妖物附身的事情。按照你的吩咐，已经将这些人暗中监视起来，并未惊动他们。先不要打草惊蛇，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距离上次群妖进犯已经近1000年。万妖谷现在动手并不是意外之事，有何可惊慌的？韩某既然敢在此时突破，自然是有把握。可是，在这种时候，师兄要突破瓶颈，是不是有些太冒险了？不如将这些妖物击退后，再尝试突破吧。击退？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历来万妖谷众妖攻击本宫，用妖阵亦为10余年，我的寿元却只有寥寥数年而已，哪儿还能再等下去？况且马里2位道友也会赶来本宫，再加上这位韩姓修士，我们立刻多出3名元婴期帮手。到时候他们总不会坐视本宫被众妖围攻吧？可是我们宫中韩遂已经被那叛徒偷盗而走，将此事直接公开不就行了？何必还要为此惹来众多妖物攻大？白师妹想得太简单了。不要说此事一公开后，本宫会颜面尽损，大损我们北地第一宗名头。而且我们说韩遂没有了，那些妖物就会相信吗？根本毫无用处的。你们很清楚，万年之期又要到了，那座虚灵殿中冰玉洞也要开启了。若是运气好的话，我们应该又能搜集到一些韩遂的。外界谣传我们本宫只有1瓶韩遂，又有谁知道我们早就开始将灵液用在修炼上了？否则本宫3大寒焰哪是能代代都有人修炼的？那丢失的1瓶韩遂，好在是在冰玉洞开启前的事情，否则今后数代都无法有人修炼3大寒焰了。好了，你2人精炼的黑水火和风离冰焰也都停滞不前了。等得到了寒遂，你们拿去几滴吧。寒焰威力越大，助我突破瓶颈希望也就越大几分。多谢韩律师兄。白师妹，你让姚乙打听下这韩姓修士底细。此也参加了10年前的昆吾山封印之事，当时陨落元婴修士不计其数，此人能安然脱身，神通必定非比寻常。我知道了，会向堂妹说此事的。如此甚好，你2人也出去吧。许天鼎，这就是贵宫的藏经阁。是的，前辈。本宫藏经阁共分为7层，但每一层存放的都是不同类典籍，而并非越高层存放的典籍就越珍贵的。前辈想进入下一层时，随时吩咐晚辈一声就可了，晚辈会一直在外听候前辈吩咐的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我已和2姐说过了，这位韩道友我了解也不多的，他来自天南，此人神通不下于元婴后期修士，曾在阴阳窟中力敌银翅夜叉不落下风。他如何从昆吾山脱身，小妹就不太清楚了。七妹不要见怪，只是一名中期修士，竟能有如此神通，而且还是出身天南那种偏僻之地，实在让人难以置信。我和此人相交也不多，只是上次出谷时结识的，其他我是无法说出什么了。大长老为何突然对韩道友如此感兴趣了？没什么，还不是因为认身怀一种隐极寒之焰，
正是韩离师兄想要寻找之人。说起来，七妹应该早知道此事的，为何不向我等提起的？我当日和他一别就是10年，根本不知道他是否能从昆吾山生还，怎会贸然向韩离师兄提起此事的？原本想替他找到冰灵花后，再趁机与韩离师兄提及，没想到任师兄先和大长老说起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再多问什么了。这位道友有如此神通，最好还是要拉拢住的。有关他的紫色寒焰，找机会弄清其真正威力。知道了，有机会的话，我自会试探一下的。如此甚好，我先告辞了。最近可能有妖物进犯北冥岛，你也多留意一下吧。白道友，真的找到冰灵花了？自然是真的，没想到韩兄说动了大长老，发动了众多人手寻找此花，速度快了数倍。这太好了！白仙子现在方便动身吗？当然，妾身等在这里就是给韩兄带路的。不过位置偏僻，在北冥岛外围，恐怕要数日光景。哈哈哈！只要能摘到玄冰花，就是跑上年许，韩某也一定要去的。在一群血吼兽的巢穴中。不错，当时发现玄冰的弟子还因为一时不慎，被那血吼兽发现，给击成了重伤，差点就陨落了。哦，这些血吼兽是几级妖兽？这种妖兽只是5、6级而已，还无法入道友法眼的。5、6级，的确没有什么活捉的价值。不过再往前出了北冥岛后，我们就要身处冰海中了，那里是妖兽的天下，各种妖兽数不胜数，而且离开岛屿越远的地方，妖兽的等阶就会越高的。当然，一般说来，数日的路程内不会出现8级以上的妖兽，但是在冰海深处，经常有许多可怕妖物。本宫上代大长老曾经在冰海深处还见过一只10级的上古冰凤。10级冰凤？韩兄不必担心的，当初本派祖师曾经和冰海中的大妖兽立下了约定，我们小极宫不得随意对冰海高阶妖兽出手，高阶妖兽也不得出现在北冥岛100万里内，低阶妖兽则不受此约定限制的。历次围攻我们小极宫的群妖，都是从大晋其他地方跑到北地来的，这一次的受潮应该也是如此。若是冰海妖兽也插手的话，我们小极宫早就被踏平不知多少次了。这么说来，我们此行应该没有什么风险。这也不一定的，也只是约定而已。时常还是有高阶妖兽发狂伤人，我们几乎每年都有弟子死在妖兽之手的。此行还是小心些的好。只不过数日的路程，转眼就回，哪会如此凑巧的？这里就是血后兽巢穴。没错，此地的确是本宫弟子所说之处。既然这样，将他们直接引出来吧。去。只是5、6级的妖兽，不可能无声息收掉这些火球的。看来下方还有更厉害的妖兽。可能吧。那名弟子并未深入冰缝中，就被血吼兽发现了。没关系，逼他们出来。